来，给你。啊。怎么了？咱们自东南向西走，每年10月大雪封山之前，都能遇见那些不怕死的雷州商旅，赶着运红花、吉贝和麝香进夹满。按说今年黄泉关共有13万人马过冬，胡库人也不会捡这个时候来啃硬骨头。汉州的路上该更安全才是。可是这一路上静得出奇啊！祝捻人、尼华罗人、南皮人一个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，胡库人已经到了黄泉关？他们要是攻打黄泉关，我们过双环城市就该有消息。可是这个世界，戈壁沙漠里所有的祭泉都该干涸了，除了走毗罗山域沿河一带还有水草，其他地方都光秃秃的，又险峻无路。他们不闯黄泉关，那还能去哪儿呢？下雪了。这才9月末，这边竟下雪了。冰川，下雪了。他们是从冰川上来的。冰川？那里人可以通过吗？这几年来，冰川多少有所消融。天气变暖，冰舌与岩石之间那些数丈深的深下，渐渐被水携泥沙填补。冬季再冻结起来，就平缓得多。但是，这样的话，冰川便容易滑动崩塌，根本无法行走。若是震动太大，还会引动山上的雪崩。因此，咱们在冰川前的水井屯才驻扎了不到2000人马。可是今年，汉州8月末就下了雪，胡库人那边怕是9月，不，8月底就被雪埋了草场。这么几十年一遇的寒冻天气，冰川都被冻得结结实实。除了走毗罗山域和黄泉关以外，这冰川就是最好的一条大路。再加上地势崎岖，容易遮蔽人马。换了我是胡库人，我也宁愿走冰川。他们带的粮草定是不够的，所以一定会去掠夺。是。从冰川出来后的20里便是水井屯，那里驻军不到2000，屯垦的百姓也只有2000多人，东西来往的商旅全在那里补给。咱们现在离黄泉关250里，离水井屯170里，还压着13万人过冬的口粮。张大人，你先押粮回营吧，我带人去水井屯。你这是出阵，又没个人带领，这为何要人带领？我们几个跟着大哥便是了。对，我们跟着大哥便是了。张大人，13万人的冬粮都压在你身上，自然不可分身。但这水井屯也不能见死不救，都是大征的将士，不能伤了军心。粮草要紧，还是先返回本营，再派人前往水井屯。到了营里再派兵，就怕是来不及了。李副将、郑副将，末将在。你2人率2000人马，听从方大人调遣，前往水井屯救援。是，我们一同前往。还有我们。张大人，我去了。走。所有人，准备出发。明晚天黑之前，一定要赶回本营。师傅，黄泉营新军的消息到了。新军已经到达了汉州的戈壁，再过2日就到黄泉关了。总算要到了。黄泉关那边有什么异动？师傅，现在那边并没有新的消息。汤将军，张大人，符大人，黄泉营新兵与过冬粮草均已安全抵达。任重道远，有劳2位大人了。怎么不见新任黄泉营参军方海士？得知水井屯有被袭危险，方参军前往救援，军情紧急，未能通知将军，还请将军恕罪。
没想到方参军去了水井屯。水井屯确有战事，我等到营房再议。请。汤将军，汤将军，水井屯战况如何？那些虽是胡库散布，但为数不少，且突然袭击加上下雪，消息来迟了。主营刚刚得到消息，正在谋划。只是按照胡库人的疯狂程度，这会儿水井屯怕是已经被夷为平地了。再者，沿途道路冰川结冰，其他消息还尚未送达。若胡库人是声东击西，主部意在袭击黄泉营，黄泉关怕也是一场恶战。如此，便只能弃车保帅，放弃水井屯，先守住黄泉关了。大征国土，寸土不让，更何况有2000驻军。方大人前往救援去了，倘若放弃，损失重大不说，日后谁敢去水井屯屯兵？谁敢为大征守边效力？张大人所言极是，可黄泉关与水井屯孰轻孰重，应该不问自知吧？更何况水井屯与黄泉关相隔甚远，即便现在狂驰前往，剩下的恐怕也只有废墟了。不必争了，汤某觉得张大人说的对，大征国土，寸土不让。本将军立刻派2名副将率其部众驰援水井屯。汤将军，这报！禀报将军，哨兵传来消息，有一路人马向着营地方向疾驰而来。可曾看清所属？打着大征的旗号，为首的是一员小将，看穿着应该是参军。是方参军。张大人，怎么样？水井屯的胡库人暂时退了，3200多胡库人逃了大半，其他的不肯降，好不容易留下20多个活口。现在水井屯的人正在忙着掘壕沟，守备不足，还想回来讨些人手。汤将军，这位便是方参军。方大人年少英勇，我与他在居北镇见过。黄泉营参军方海士参见汤将军。陆副将、陈副将，在。你2人即刻率所属前往水井屯，驰援水井屯驻军行事。是。汤将军，水井屯形势紧急，末将也可以一同前往。有陆副将和陈副将就够了，待到壕沟挖好，冰川这一条路也算是堵上了。你不必再去水井屯，就留在营中，关上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汤将军，整日奔驰作战，还请将军为我后面马上要赶到的兄弟们准备些汤食，尽快疗伤。方参军虽然年轻，忠勇善义，却得到青海公的真传。来人，为这些兄弟们准备汤食、诊治。是。